这一次人民币真的要取代美元了吗？上一集我说，整个亚洲、欧洲、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相对美元呢，现在都是暴跌的，也就是全世界的钱都在流进去美国。然后呢，留言区就直接炸了，因为有一个货币它不但没有下跌，反而还在暴涨，就是人民币。为什么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美元资产都换成人民币资产呢？各位，就是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呢，他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美国跟中国是在打架、在竞争、在博弈、在对抗，而现在中国打赢了，所以人民币现在才会对美元升值了，对吧？但问题就来了，谁告诉你中国跟美国在打架呢？谁告诉你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呢？不要误会啊，这一期不是要讲什么政治之类的，我们永远只讲赚钱。只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呢，有的人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元要崩盘了。尤其是巴菲特也暗示过美元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们从结果去看，美元相对人民币确实也是贬值了，但是美元相对全世界的货币有贬值吗？现在是全世界人都在疯狂的卖掉自己手上的货币去换成美元了。也就是说，现在结果是人民币跟美元是相对全世界的货币都是升值的，现在真正贬值的是全世界的货币啊。那么如果人民币跟美元真的是在打架，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呢，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现在打得越狠呢，人民币跟美元却同时反而更值钱。就是比如说今天我跟你去打架，最后呢我们两个人都越来越壮了，我们都没有受伤，反而身边的人都在受伤，你觉得这叫做打架吗？全世界新闻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是谁在打架，谁打赢了，谁打输了，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重要的不应该是谁在流血吗？不应该是谁的钱被拿去买单吗？大家好，我是小医生。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手上呢都要囤一些外汇，比如说我这个国家的拉面都是要跟日本去买的，那我手上是不是就要去囤一些日元呢？我的车子都是要跟欧洲去买的，那我手上是不是要囤一些欧元呢？如果我的手上没有日元跟欧元呢，就可能买不到拉面跟车子了。所以每一个国家呢都会有一个外汇钱包，而他们的这个钱包里面呢，到底是要囤多少的美元、多少的欧元、多少人民币、多少日元跟英镑，就需要参考一个叫做 SDR 的权重表。这 SDR 的权重表呢，就是相当于一个货币的排行榜，每隔5年就会调整一次。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对上一次这个排行榜的结果呢，美元的权重就从这个 41.7% 提升到了 43.4%， 人民币的权重呢就从 10.9% 提升到 12.3%， 但是欧元呢就从 30% 降到 29%， 日元呢从 8% 降到 7.6%， 英镑就从 8% 降到 7% 左右。所以各位你看到什么呢？就是人民币它是暴涨了，但是美元它有暴跌吗？不但没有啊，而且也一起去暴涨了。真正在跌的是欧元、日元跟英镑。所以人民币真的是在挑战美元吗？如果是按照这张表去看呢，美元的分量呢是全世界第一，而且还在增加。但是第二名呢，它并不是人民币啊，而是欧元。第三名呢才是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当时的这个分量排名连第二名都不是，还是在这个欧元后面的。那你现在跟我说人民币要取代美元，那怎么排威胁到美元的应该也是欧元吧？还有，如果人民币要挑战美元是美元的威胁，那为什么它跟美元是一起涨的，而不是一个涨一个跌呢？就很多人会用一个逻辑，就是今天你跑得更快了，那我相对你是不是就跑得更慢了，对吧？所以很多的媒体就会抓住人民币的这个分量变大了，跑得更快了这个事实，然后去证明美元的分量是相对变少了。但是现实是美元的分量也变大了，美元呢也跑得更快了呀。这个是一个事实嘛？所以从数据去看，人民币它威胁到的应该是分量在变少的货币，而不是美元。同时呢，美元其实现在也跑得更快了，所以美元呢其实也是其他货币的威胁。那这就很有趣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新闻说，中国呢搞了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叫做 SIPS。简单来说呢，以后全世界去做生意，跟中国去做生意，都可以去用人民币了。那这个呢，不就是摆明用来取代美元的 SWIFT 系统吗？不就是摆明想让人民币取代美元了吗？所以很多的新闻说，
美国把俄罗斯运石油过去欧洲的管道给炸了，把委内瑞拉还有整个中东的油价炒高了，目的呢就是把全世界的石油控制住了。因为中国的石油呢都是要跟这些国家去买了，所以当美国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石油呢，就等同于掐着中国的脖子了。然后当油价暴涨的时候，中国做生意跟投资的成本呢就会暴涨，最后中国的经济就会崩盘。我呢一开始也被这样的逻辑说服了，但是当我看了一下中国内地的油价，才发现它竟然并没有涨得很多。为什么呢？而且刚才说了，人民币还升值了，也就是说反而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钱都流了进去中国。那么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全世界的油价涨了，油价是变贵了，所以全世界卖东西的时候呢都变得更贵了。但是现在人民币也变得更贵了，也就是说中国手上的钱变得更值钱了。人民币换成美元之后呢，在全世界能买得到的东西呢就更多了，所以全世界卖的东西是涨价了，但是人民币也更值钱了。那这是不是就抵消了这个涨价呢？这样虽然全世界的东西都涨价了，但是中国在全世界买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没有变贵了？东西没有变贵，成本也不会变贵，通胀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因为这样而让经济崩盘了。反而呢，这一套抬高油价，让其他国家经济崩盘的剧本都上演在了其他亚洲跟欧洲国家身上。整个亚洲跟欧洲的汇率呢，全部对美元贬值了。也就是我上一期所说了，只要你现在拿着美元了，这些国家资产对我们来说都是打直接卖了。为什么呢？就是比较聪明的人就会发现，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身上的重点呢，是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太好了，还是全世界的钱都很看好中国呢？我自己呢很少投资中国内地的资产，因为研究不深，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期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在讲人民币，其实我讲的依然是美元，只是这盘局跟大部分人表面上看到的都不太一样。一步错，满盘皆落锁。你赚钱跟投资的逻辑是真的可以跟现实的结果完全相反的，是贫是富就在你一念之间。如果你是同路人，如果你希望我做更多这方面的主题，你可以点赞让我知道。这部影片还会自动的存起来，让你无限免费的去看。而订阅我呢，可以让你第一时间收到资讯，而不是3个月之后才看到我的影片，然后一切都为时已晚，错过了自救或者是跨越阶层的机会了。好了，首先一直以来，全世界国家跟国家之间去做生意，还有我们平时去汇款，都是用美国的 SWIFT 支付系统的。这个 SWIFT 呢，它不是钱，也不是银行，更不是一个账号，它甚至不会碰你一分钱，它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传信息。传什么信息呢？就是 A 银行跟 B 银行说，我要转给你100万，你呢现在准备去收钱吧，就这么简单。那以前没有 SWIFT 的时候呢，银行之间要去打电话、发电报、寄文件，搞个10几20天，这钱还都没有汇过去。但是有了 SWIFT 之后呢，几秒钟就能通知全世界的银行了。而全世界用 SWIFT 传送的信息里面呢，超过有80%都是跟美元有关的。那你去想一下嘛，今天日本要跟巴西做生意日本要卖汽车给巴西了，他们两个国家一个是用日元，一个是用巴西钱，那这中间要用什么货币去交易呢？你不能说拿着巴西币去直接买日本车吧，就这日本人他拿了巴西币也没有地方去花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找一个中间的货币，一个大家都认识、都接受、都愿意收的中间货币，也就是美元了。所以巴西会先把他的巴西币换成美元，然后付给日本。日本收到美元之后呢，就会把美元换成日元。一笔交易里面2次的换汇，中间全部用的都是美元。也就是说，只要全世界做生意用的是 SWIFT， 全世界就是在用美元。所以现在中国直接搞了一个 CIPS 出来，搞了一个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出来很多媒体就是说这东西呢，就是想让全世界以后做的生意用的都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了。说这个人民币要取代美元了。如果是这样的逻辑呢，人民币将会疯狂的升值，你拿着的人民币呢，就可以闭着眼在全世界买了。所以现在就是抄底人民币的最佳时机，真的就是这样吗？刚才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人民币的 CIPS 出来之后呢，人民币它并没有取代美元，反而还跟美元的地位权重一起上升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当你把这个人民币支付系统拆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里面也没有绕开了这个美元的支付系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
全世界呢只有一家电话公司，就是我扫地僧的电信。一直以来，所有的人都要去用我扫地僧的门号还有线路去打电话，但是有一天突然就多了一家叫做乔峰电信的同行。这听起来这个乔峰呢就是我们的敌人嘛，就是要来跟我扫地僧竞争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乔峰电信，他用的电话线都是跟我扫地僧租的，他用的基地台都是盖在我扫地僧的土地上面了。他乔峰的客户要去打电话，信号呢也是走我扫地僧的卫星的，也就是说乔峰他每打一通电话就需要付给我扫地僧一次的过路费，所以乔峰的用户越多呢，电话打的越多呢，我扫地僧收的过路费就越多。那这个是敌人吗？而人民币的 CIPS 跟美元的 SWIFT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人民币 CIPS 里面的股东呢，坐着的是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还有法国的巴黎银行。各位，这些全部都是美元 CIPS 里面最核心的玩家。这些银行同时是人民币 CIPS 的股东，也是美元 SWIFT 的股东。你觉得他们会让人民币 CIPS 去弄掉美元的 SWIFT 吗？就是一个人两只手，一只手在人民币 CIPS 里面收钱，另外一只手在美元的 SWIFT 里面收钱。你觉得他会让左手去打右手吗？不可能嘛！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店，你旁边也开了一家店，但旁边的那家店的股东也是你自己啊，那他是在跟你竞争呢，还是在帮你赚钱呢？还有你会发现，人民币的 CIPS 跟美元 SWIFT 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币的 CIPS 呢，它发出去的每一条支付指令，美元的 SWIFT 都能够看得懂。美元的 SWIFT 呢，发出去的每一条指令呢，人民币的 CIPS 也能看得懂。他们就不是两个很敌对的系统，而是一个很兼容的系统。人民币 CIPS 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系统，有自己的参与者，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运作的流程，但是它的讯息呢，还是要通过美元的 SWIFT 网络去传递的，它的格式也是要跟 SWIFT 去兼容的。而最重要的是，人民币 CIPS 每天处理的钱哦，也就是1300多亿美元，而美元的支付系统呢是2万多亿美元啊，这个规模是差了10几倍。那么今天你是那些两边都是股东的美国资本，当人民币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呢，你的美元也会越来越多人去用。那你是怎么想的？你会觉得人民币是在挑战美元吗？也是因为这样呢，美国并没有要去封锁这个 CIPS。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太对啊，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张图，中国这些年是天天都在抛售美债啊，那这不就是代表中国现在要弄美元，它要跟美元断绝关系吗？所以现在全世界唯独人民币相对美元是升值的，是不是很有可能因为中国它把手上的美元跟美债卖了，它去买回自己的人民币，然后才会升值的？那这个呢，不就是在挑战美元吗？理论上来说呢，这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中国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卖美债了？是2018年嘛？但是2018年之后呢，人民币相对美元是暴跌了，也就是说，中国卖了美债之后呢，钱并没有从美元换回人民币。为什么呢？美国政府它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更多是一个账本，它告诉了我们全世界谁的手上拿了多少美债。而这个账本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数字，你会发现比利时这个人口只有1000多万的国家，它的账上竟然是挂着4000多亿的美债。还有卢森堡呢，它的人口只有66万，但是它的账上竟然是挂着4250亿的美债。也就是说，这两个不太大的国家加起来呢，竟然拿着将近9000亿的美债啊！就是听到这里呢，可能你还是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那你知道卢森堡它全国一整年的 GDP 是多少吗？也就是900亿美元了。但是现在它的账上呢，却挂着4250亿美元的债，也就是它要把4年赚回来的钱不吃不花，才能买得起这么多的美债。如果他把这笔钱平均分给他们的老百姓呢，每个老百姓都能拿得到64万亿美元，那你觉得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换一个视角。比利时跟卢森堡呢，这两个地方它是做什么的？他们就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还有主权基金的超级保险箱。也就是说，它是专门帮全世界政府去托管资产的。也就是说，这些表面上挂在这两个地方账上的美债呢，它背后的真正的主人很可能是别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2014年被制裁的时候呢，
就只是7个月，比利时账号里面的美债直接就多了2000多亿美元啊。然后呢，2018年俄罗斯被加大制裁的时候呢，它官方手上的美债就从900多亿降到100多亿嘛。但是同一个时间呢，比利时跟开曼群岛这2个托管中心的美债是直接飙升了450亿美元。所以当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告诉我们中国在卖美债的时候呢，高盛就有一份研究的报告说，有没有可能中国只是把这些美债搬到了这2个地方的保险柜里面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中国手上美债下降了6000亿的时候呢，同一时间比利时账号里面的美债就上升了5000亿。那有没有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去存钱呢？如果说这些看上去在卖美债的国家，其实他们的美元资产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美元的体系，因为放在哪一个保险箱它都还是美元的时候，美元的地位真的是在被动摇了吗？所以我前2年开始就把投资美股的利润很早就转移到黄金跟白银。有些人就会断章取义说我在看空美股，其实我也说了很多次，我当时看到的是美元跟美债暴跌的趋势，为了避险才去投资黄金跟白银的。结果黄金白银的牛市是远超于美元贬值跟美股上涨的速度，而现在黄金跟白银的牛市暂时结束了，我把黄金白银赚到的利润在2个月前换成了美元，还有一部分美股，甚至我们的团队呢还布局了很多台股。为什么呢？因为美元升值了，现在美元是可以换得到更多的台币，那么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在美股赚到的利润可以解冻了。还有我并不是看好美股，但是呢我可以赚完钱就跑。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卖股票可能需要提前1年慢慢的去卖，因为他们的资金量很大，而我们呢只需要提前1秒。所以当其他资产没有出现牛市，也没有进入熊市的时候，美股现在却重新进入了牛市，我们团队呢就会在里面打游击战，赚完钱就跑了。因为未来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但是钱流进去什么资产，流出去什么资产，都会在图表上面透露出来。当你学会了这些信号，你投资的胜率才会提升，而胜率的提升呢，不代表你长期就能赚到钱了，因为投资总有亏钱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的时候亏1块，赚的时候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呢？因为我只要赚1次，前面的5次呢都只是我的成本。所以我们投资呢其实是在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猜的，不是靠内幕，不是靠运气的，它靠的是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图表信号，用计划跟纪律去抹平我们的人性。如果你真的想要把我投资的逻辑学会，真的想要长期投资输少赢多，而不是只是在看影片打发时间的话，只要你是我的真粉丝呢，那么今天我不需要你去付400美金，甚至不用付1块钱，我直接送给你一堂公益课。但这一次我们真的准备把这一堂公益课下架了，因为我们准备开一个全新收费的课程。那么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赶快点击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吧。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如果人民币并没有去挑战美元，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人民币相对美元还会暴涨呢？就是因为石油啊。什么意思呢？很多的媒体都说美国在俄乌战争、委内瑞拉还有中东这一次的战争呢，还有他自己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现在的美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石油了，而现在的油价暴涨，中国呢又是全世界买石油最多的进口国，那么按照道理来说，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应该会比全世界暴涨的更厉害，经济呢应该更差了，而这样呢美国就可以去收割中国了。但是现在的结果你会发现，中国它国内的油价反而还下降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从结果去看，现在美国搞了这么多，被收割的不是中国，经济开始出事的，汇率开始暴跌的是整个欧洲跟亚洲啊。为什么呢？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就被制裁了嘛，而且俄罗斯运天然气过去欧洲的管道被炸了，所以欧洲它不能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但是你会发现，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卖出去石油的出口量它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它换了一个买家。当时俄罗斯失去了欧洲这个一直以来最大的客户之后呢，他就把石油卖给了中国，而且是打折的去卖。比如说现在全世界的油价卖100块的时候呢，
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油只需要70多块，它打了个7折，加上中国本来呢它就囤了很多的石油，那么你就可以去想一下，现在中国的油价比全世界至少便宜个20-30%，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呢是比全世界都要低的，那它卖出去的产品呢也被全世界更便宜的时候呢，那些本来开到越南的工厂是不是就会搬回中国呢？也因为这样，全世界只能向美国、向中东去买石油，甚至欧洲现在买的每一桶石油呢，它比市场价还要贵。那他们的工厂呢，都因为电费太贵而倒闭了，只有中国的工厂还在运转。那全世界的钱自然就会流进去中国，让中国代替自己去生产了。也因为这样，全世界资金呢都逃了去人民币了。而且这还没有结束啊！前段时间油价涨得最高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就突然放松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油价呢就开始下跌了。而等到市场稳住了之后呢，它又开始恢复了这个制裁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油价现在是涨是跌的开关已经在美国手上了。它不需要伊朗重新去打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只需要让其他有石油的国家，甚至是它自己把石油放出来就 OK 了。所以现在石油危机在上演的时候呢，俄罗斯的石油能卖得出去，只是没有卖的那么贵。那中国呢，能买得到比外面便宜的油，而美国呢，它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家的石油一直呢都是比中东卖的更贵的，一直都是卖不出去的。而现在油价暴涨了，他们的石油呢就能够卖出去了，而且卖给欧洲的还要比市场价高。美国卖油的公司呢，利润基本都是翻了倍了。也因为这样，现在的这一场石油危机呢，全世界的钱都流了进去中国，也流了进去美国，所以看上去人民币越来越多人用了，汇率呢还升值了。但是如果你是从结果去看的话，最大的受益者呢依然是美国。你会发现啊，人民币一直以来都是美元的假想敌。什么叫假想敌呢？就是你明明不是我的敌人，但我需要你长得像我的敌人，我需要全世界相信你是我的敌人。为什么呢？为什么1971年会发生美元危机呢？就是因为美元当时没有对手了啊，法郎太弱，马克受限，日元呢还没有国际化，全世界央行被迫挤兑黄金，逼得美国宣布美元不能再换黄金了。然后全世界拿着美元的人一夜之间发现这个金本位消失了，那美元当时就差点崩盘了。也就是说，一个是没有对手的美元，反而是最不稳定的。因为美元现在这个东西呢，它背后是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去支撑它的。它唯一的支撑呢，就是全世界对它的信心。全世界的人觉得美元安全了，那美元就值钱了；全世界的人觉得美元不安全了，美元就是废纸。那怎么才能让全世界的人一直觉得美元它很安全呢？很简单嘛，就是让全世界的人觉得其他地方都不安全了，欧洲不安全，中东不安全，亚洲不安全，到处都很乱了，只有美元反而是最安全了。而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不安全，美国就需要一个反派。这个反派呢，必须要够吓人的，因为太小的反派呢是没有人怕的，太弱的反派也没有人在乎的，只有一个看起来随时会吃掉所有人的反派，才能让全世界有钱人半夜睡不着觉，然后爬起来把钱搬去美国了。所以美国他就花了几十年，当时就培养出了苏联这个完美的反派。冷战呢就打了40多年，全世界有钱人吓得把钱全部往美国跑了。然后冷战结束了之后呢，美国就没有敌人了。美国的国会呢就开始问了，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养军队？全世界呢也开始去问，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把钱放在美国？所以呢，美国它就需要找一个新的敌人，然后就有了日元，然后再到欧元。而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现在呢，就找了人民币。所以很多人说啊，人民币要去推翻美元。我认同的是呢，人民币现在越来越多人去用。汇率呢是在上涨，没有错，但是美元的地位其实一直都没有被动摇过，所以美元资产一直都是我们的主战场。只是有的时候趋势它变了，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他资产出现牛市，那我们才会转移去布局其他的资产。而如果你想要去学习一套适合你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会的技能，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哦。好了，各位，这一期的内容信息量呢有点大，
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反而是免费的嘛。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留言给我，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